一个书生在书童的陪伴下入住了荒废的古寺。深夜忽然北风大作，竹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书童有些心慌。这时楼上突然传来惨叫声，书童赶忙上楼查看，只见书生躺在床上，脚底多了一个血洞，正在鼓鼓地流着鲜血。书童急忙上前查看，举手投足间，外面一个鬼影闪过，书童看到后魂不附体，下一秒就领了盒饭。几日后，一辆马车缓缓驶过湘江的小道，另一书生宁采臣跟着马车一路进了城。他想找个客栈投宿。此时正值明末清初，山河破碎，社会动荡，所有的房子都被难民和军队占满了。宁采臣找不到住处，只能问小二附近有没有寺庙什么的，他想去寺庙睡一晚。小二告诉他，郊外10里的地方有个金华寺，不过常年闹鬼，没人敢去。一听说那里闹鬼，宁采臣瞬间来了精神。他本来就不信鬼神之说，这次正好借此机会去见识见识。宁采臣到处寻找马车，可车夫们一听说是去金华寺，连忙摇头，一连问了好几个都是如此。车夫不愿意去，就是因为那里闹鬼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一个车夫看在钱的份上，才勉强答应将宁采臣送到寺庙门口。一路风和日丽，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。宁采臣孤身进了寺庙，里面满目疮痍，破败不堪。宁采臣到处看了看，终于找到了一间比较好的房间，可惜不知道被哪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上了锁。宁采臣只好选了一间破破烂烂的房间，正要推门进去，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回头一看，顿时吓了一跳。对方手持钢叉，十分凶悍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壮士，长着一双深情款款的小眼睛。宁采臣立刻上去套近乎，敢问这寺中的方丈在哪？壮士回答，这寺庙荒废已久，并无住持。宁采臣又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，问道，听说这里闹过鬼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壮士告诉他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若一身正气，自然鬼神不侵。宁采臣立刻伸杆爬，正是，平时做事正大光明，即使有鬼，又何惧之有呢？壮士看着书生似图谋不轨，便说道，天色已晚，你若真要留宿，就去南舍楼上安顿。就在宁采臣还想多问什么的时候，对方直接给了他一个闭门羹。夜晚正在收拾的宁采臣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歌声，出门查看，原来是白天的壮士正在院子里舞剑。只见他边唱边舞，剑似游龙，好不快活。宁采臣主动上前搭话，才得知壮士名叫燕赤霞，陕西人士。两人都对这乱世踌躇满志，想要成就一番功名，可又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投身其中。一番交谈下来，心性相合的两个迅速成为了朋友。宁采臣回屋后，燕赤霞就来送烛火。天昏地暗，此营营之火胜于无。宁采臣坦然接过烛火，正准备往楼上走，燕赤霞突然欲语还休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宁采臣虽然心中疑惑，可也没有多问。深夜秉烛夜读的宁采臣忽然听到外面传来阵阵悦耳的琴声，出于好奇，宁采臣循着琴声一路找去，七弯八拐，终于来到了后院。推门而入，里面的奇景让他大感意外。和外面的破败不同，里面金碧辉煌，别有洞天。循声望去，竟看到一名女子坐在庭中抚琴。女子名叫聂小倩，长得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宁采臣不敢打扰，只能躲在暗处偷窥，不禁看愣了神。直到女子被他的姥姥叫进了屋子，他才缓过神来。里屋的姥姥正在和其他人打牌，小倩谈起刚才好像有人在外偷听，周边的几人都在调侃，那个人肯定是个鬼，我们不就是鬼吗？小倩也觉得忍俊不禁。此时外面偷听的宁采臣见他们并未在意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开始在人家的院子里四处溜达起来，还走进了一间闺房，正打算离开，这时一张手稿随风飘落在地。看到纸张上的诗句之后，宁采臣一时诗兴大发，忍不住题改了2笔。就在他得意之时，小倩突然回来了，责怪宁采臣半夜3更私闯闺阁，没有教养。宁采臣自知理亏，连连道歉，立刻装得跟个人似的说道，请小姐万分原谅，我刚才听到琴声，又看到这首词，兴之所至，忘乎所以，实在冒昧，失礼。看过宁采臣提过的诗句后，小倩称赞有加，对宁采臣的态度也有了改观，不像是个私闯闺房的无赖之徒。顺便请教一下他的名字。宁采臣笑逐颜开，回答道，我姓宁，名采臣，就在前院借宿。小倩想请宁采臣为自己画的鸳鸯戏水画写一首诗，宁采臣不禁看呆了，人美画也美。宁采臣也不推辞，直接大笔一挥，写下了几句。小倩不禁称赞，好诗。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，眼神布满桃花。
可是诗还没有写完，姥姥突然闯进了房间，看到宁采臣调戏自己的姑娘，姥姥气不打一处来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。宁采臣羞愧难当，灰溜溜的跑了。外面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。宁采臣刚回来不久，小倩就紧随而至，想让宁采臣将诗的最后一句写完。宁采臣伏案写诗的时候，小倩开始有意无意的往宁采臣身上靠，想用美色诱惑他。就在宁采臣把持不住之时，外面一道惊雷打醒了他，他这才想起自己是个读书人，不能做这种苟且之事。小倩见对方不为所动，只能拿着画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宁采臣回到了城里，在街上闲逛时，他突然看到小倩拿着一幅画路过。宁采臣心中好奇，便跟了上去，一路跟到了天黑。宁采臣才看到小倩走进了画馆，可一问伙计，他却说没看到有女子进去。宁采臣心中愈加的好奇，转了一圈之后，也没有发现小倩的踪影。但昨晚的那幅鸳鸯戏水画却被挂在了墙上，上面还有自己题的诗。画馆的老人告诉宁采臣，这幅画已经挂在墙上10几年了。一问才得知，原画的主人是上一任县老爷的女儿聂小倩，而聂小倩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病死，所以这幅画就一直留在了这里，没了主人。但对于画卷中突然冒出的诗句，老人也很费解，之前明明没有的，只有宁采臣知道其中的缘故。他返回寺庙，准备找小倩问个明白，中途却被燕赤霞叫住，对方给他介绍了一个进京赶考借宿古寺的书生。三人围在桌边攀谈，书生和两人谈起了闹鬼的事情。书生表示，就算是真的有女鬼，他也不怕，毕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书生的轻薄话语惹来了燕赤霞的不快。等到书生走后，宁采臣才问起后院的事情，可燕赤霞却表示后院并没有人住。宁采臣一听，心里愈加发慌，他怀疑自己昨晚遇到的是个女鬼。等到宁采臣返回房内，小倩已经在床上等候多时了。小倩哭得梨花带雨，委屈巴巴地表示，昨晚与公子幽会之事被姥姥知晓，姥姥对自己又打又骂，自己受不了才跑出来的。小倩想让宁采臣带着她离开，宁采臣却一把推开，再三表示自己无能为力。小倩既然说不动宁采臣，便从包裹里拿出一锭金元宝要送给宁采臣。宁采臣也是断然拒收。小倩碰了一鼻子灰，只能收拾包裹离开。到了深夜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这时燕赤霞也听到了声响，她匆忙赶到，却发现叫喊之人并不是宁采臣。两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迅速冲到书生的书房。两人赶到后发现书生已经躺在床上，挖去人心，抽干了血，死状相当恐怖，显然是古寺里有鬼魅在作恶。第二天，宁采臣越想越不对，他再次来到了后院，却发现整个后院破败不堪，全然没有了那天的辉煌和热闹。姥姥和小倩几人也都已经人去楼空，院子当中立着一座孤坟，墓碑上刻的正是聂小倩的名字。看到这些，宁采臣忍不住的后背发凉。在燕赤霞的点拨下，宁采臣方才如梦初醒，知道前2天遇到的小倩是鬼魂所化。又到了晚上，小倩再次来到了宁采臣的房间，她开门见山地坦白了自己是鬼的身份。宁采臣吓得后退了几步。小倩告诉宁采臣，自己此番前来是为了救他，因为宁采臣前2次不受诱惑，惹怒了姥姥。姥姥今晚3更要亲自来取宁采臣的性命。小倩知道宁采臣是个正人君子，所以才来通风报信。宁采臣反问小倩为什么要帮助姥姥害人。小倩哭得很伤心，几年之前她客死在了这间古寺，灵魂被姥姥控制，不得已替她干着杀人的勾当。宁采臣一听这话，正义感爆棚，当即表示要带她脱离苦海。小倩告诉他，只要挖出她在白杨树的尸骨，运回故乡埋下，便能帮她脱离姥姥的魔掌。此时外面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小倩知道姥姥就快到了。她提醒宁采臣，要是想活命，就跟楼下的燕赤霞住一个晚上。小倩离开后，宁采臣举着蜡烛，慌忙跑到燕赤霞的房间。燕赤霞看到宁采臣神情紧张，立马知道宁采臣是遇到了鬼。在将宝剑挂到门上后，燕赤霞自顾自地上床睡觉了。半夜3更，宁采臣坐立难安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外面风声滚滚，燕赤霞却睡得很安稳，即使是屋顶的瓦片掉落，也没能惊醒她。突然，外面的鬼影冒了出来，正一步步往房门靠近。宁采臣被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姥姥推开房门，破门而入，却突然被宝剑击中。姥姥发出一声惨叫，迅速逃走。燕赤霞这才被惊醒，她捡起宝剑，感叹自己的宝剑竟然没能除掉这只老妖。宁采臣借机谈起自己有个表妹客死异乡，一直受这个老妖压迫，他准备将表妹的尸骨挖出，带到故乡埋葬。隔日，宁采臣就叫来了几个帮手，挖出了小倩的尸骨。他和燕赤霞也正式告别。离开时，燕赤霞看到马车后面跟着一股妖风，他知道宁采臣欺骗了自己。
到了晚上，赶了一天路的宁采臣找了户人家投诉，谁知他刚放下小倩的尸骨，房屋突然诡异的消失了，四周变成了一片荒野。宁采臣知道姥姥找上了他，吓得他拔腿就跑，可是却遇到了鬼打墙，怎么跑都在原地打转，还不慎被绊倒。望着前面孤坐的老人，宁采臣连忙上前问路，可老人突然转过脑袋，一脸恶态，吓得宁采臣肝胆俱裂。这时小倩闪现，姥姥愤怒地抽着小倩的巴掌，小倩恳求姥姥放宁采臣一马，可姥姥一脸凶相，不顾小倩的劝阻，强行要杀宁采臣泄愤。关键时刻，燕赤霞拍马赶到，两人开始了比拼。千年老妖道法高深，燕赤霞不是他的对手，手中的宝剑也被打落在地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响起了一声鸡啼，天就快亮了。老妖大惊失色，随即转身逃跑。慌不择路的他被燕赤霞追上，一剑扔了过去，老妖被插了个透心凉，心飞扬，身体化作了一堆白骨。这部1960年的《倩女幽魂》是徐克版《倩女幽魂》的前身。徐克在自己的电影里借鉴了这部电影大量的桥段，甚至那首十里平湖霜满天也是出自这部电影。聂小倩和宁采臣的故事，与其说是人鬼情未了，倒不如说是在警醒世人，可别做那睁眼瞎，人鬼不分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